你越能看见自己的价值，世界越能看见你的光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亮起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世界对我的态度，往往不是世界决定的，而是我自己先把什么样的样子交给了世界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一直觉得自己不够稳定，不够聪明，不够值得被选择，不够值得被肯定。我用不够定义一切，甚至连生活的温柔靠近我时，我都会下意识退后，觉得那些好事不属于我。我没有发现，在那样的状态里，我其实是把自己的光藏了起来，藏在比较里，藏在焦虑里，藏在自我怀疑里，藏在我还不行的念头里。世界不是看不见我，是我把自己收进阴影，不敢被看见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个非常普通的早晨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没有妆容，没有角色，没有谁在评分，只有最真实、最不被修饰的我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到一种奇怪的心动，不是因为我变好了，而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身上那些从来都在，却被我忽略的价值。我第一次承认，原来我温柔，原来我努力，原来我善良，原来我愿意付出，原来我不完美，但因此才真实。原来我从来不是一无所有，只是没有人比我更需要先看见这些。那天的感觉很近，却深深改变了我。于是，我开始练习看见自己的价值，不是大声喊出我很好，也不是假装有自信，而是在每一个普通的瞬间，让自己知道我值得被好好对待。我开始在失败里看见勇气，在错误里看见学习，在伤口里看见成长，在渴望里看见灵魂的方向，在不完美里看见生命正在成型。我越这样做，越能感觉到自己的光慢慢亮起来，不刺眼，不张扬，却非常真实。而就在我开始看见自己的价值后，世界的回应也真的开始改变。那些原本忽略我的人开始注意到我，那些我以为得不到的支持开始向我靠近，那些我想追的机会反而开始追我，那些曾让我感到渺小的场景突然变得不再可怕。因为当我看见自己，世界就会看见我；当我相信自己，世界就会相信我；当我往前亮一点，世界就会替我亮一盏灯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世界不是先给你光，你才有价值，而是你先看见自己的价值，世界才会把光投向你。你越能看见自己的价值，世界越能看见你的光。因为在那一刻，你已经不再害怕，用真正的样子站在生命面前。而你的光不需要很强，不需要很完美，它只需要被你诚实地看见，世界就会替你把它放大。当我开始理解自己的值得，
我也开始吸引更好的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落地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我人生中那些反复出现的委屈，反复选到不合适的关系，反复靠近不珍惜我的人，并不是因为命运偏心，也不是因为世界残酷，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，我值得更好的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接受、包容、忍耐就是成熟，我以为懂事就是被爱的条件，我以为愿意退让就能换来温柔。于是我在无数段关系里缩小自己，安静自己，掩盖自己，把最好的一切都给出去，却从来没有问过，那我自己要什么？我以为这样会让幸福靠近，其实那只是我对自己的值得没有信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一段疲惫的循环里突然停下，我发现，原来我总是在接受比我灵魂真正渴望的还要少的东西，不是因为我不值得多，而是因为我一直相信这样就够了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听见心里一个很微弱却非常真实的声音，你值得更好的。它不是骄傲，不是比较，不是要求世界顺从，而是一种灵魂对自己的诚实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重新理解什么叫做值得。值得不是条件，是存在；不是证明，是认知；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允许的。当我慢慢理解自己的值得，我开始不再委屈自己去迎合谁，不再为了被看见而过度付出，不再把别人的态度当成自己价值的证据。我的能量开始一点一点改变，我变得稳，变得清楚，变得不再慌张抓取，变得不再害怕失去，变得愿意等待一个真正对齐我的频率。而就在这样的转变里，我真的开始吸引到更好的，不是更完美的人，不是更耀眼的机会，而是更适合、更真心、更稳定、更温柔的靠近。那些靠近我的人开始以尊重接住我，那些出现在我生命的事情开始以善意推着我前进，那些曾经让我困住的场景突然有了出口。我才明白，吸引力法则不是魔法，而是一种能量逻辑。你相信自己值得什么，宇宙就会替你排列出与那份自我价值一致的答案。当我理解自己的值得，我不再接受不对等的爱，不再停在自我消耗的地方，不再把将就当成命运。我愿意站到属于我的位置，愿意让更好的靠近，愿意相信生命中本来就为我预备了足够多的美好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当我理解自己的值得，世界会立刻重新排列，爱会变得更干净，机会会变得更明亮，道路会变得更清晰。因为宇宙只会把与我相信自己值得的程度相同的东西放进我生命里。当我开始理解自己的值得，我也开始吸引更好的，而那个更好
不是外在的闪耀，而是我内在。终于愿意不再亏待自己。你越能给自己肯定，越能吸引外界的肯定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真实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我一直渴望被理解、被欣赏、被看见，却很少问过我自己有没有先肯定我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把别人的评价当成我存在的量尺，一句赞美能让我亮起，一句质疑能让我崩塌。我把外界的反应当成检查自我价值的方式，却忘了真正能决定我走路姿态的，不是掌声，是内心对自己的声音。我总是看见自己的不足，却看不见自己的努力，看见自己的失败，却看不见自己的成长，看见自己的脆弱，却看不见自己的诚实。我像是一个永远打不及格自己的老师，要求完美，却很少赞许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完成一件小事后，难得对自己说了句：“你做得很好。”那句话不像赞美，更像久违的拥抱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我心里一直都在等这句话，但它从来没有被我说过。于是我开始练习给自己肯定，肯定我努力过，肯定我愿意学，肯定我正在改善，肯定我没有放弃，肯定我在低潮里依然想前进的那份勇气。这些肯定不是自我吹捧，不是盲目乐观，而是把我曾经忽略的力量一点一点归还给自己。当我越能给自己肯定，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，外界的肯定开始变得容易看见，不是因为世界突然变得更友善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用怀疑的滤镜看待每一句好意，我不再觉得赞美是不真实的，我不再害怕被看到，我也不再觉得自己配不上。有人说一句你很努力，我终于能接下。有人说你做得很好，我不再退缩。有人欣赏我，我也不再觉得是碰巧或过奖。我感受到世界其实早就看见我，只是以前的我不敢相信，因为外界的肯定永远是内在肯定的延伸。当我不肯定自己，所有赞美都像是幻觉。当我开始肯定自己，所有善意都变得真实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吸引力法则不是我想要什么就来什么，而是我相信自己配的什么，世界就回应什么。你越能给自己肯定，越能吸引外界的肯定。因为当你的心不再向内否定，世界才有空间向你发光。而那光不是来自别人，是你自己的光，被世界温柔地映照回来。当我理解自己的界限，生命也开始尊重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落地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我过去在关系里的疲惫，从来不是因为我不够好，而是因为我没有替自己站好位置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付出就是爱，退让就是温柔，懂事就是成熟。
于是我习惯把自己的需要往后放，习惯接受不喜欢的要求，习惯在不舒服的情况下点头，习惯把情绪压住，让别人先过得好，而我在默默收拾剩下的自己。我以为这样可以换来理解，换来被珍惜，换来顺利的关系，但结果却让我越来越空，越来越累，越来越觉得没有人真正懂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问题不是世界不体贴，不是别人不珍惜，而是我从来没有让世界知道，这里不能再往前了。我没有界限，世界就不知道界限在哪里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对自己诚实，不是他们伤我，是我没有守住我自己。于是我开始理解，什么叫做界限。界限不是拒绝，是保护，不是冷漠，是清晰，不是防备，是诚实，是让世界知道什么是可以的，什么是不行的，什么是会让我受伤的，什么是我无法承担的。我开始练习说不，即使一开始会害怕。我开始练习拒绝，即使心里会颤抖。我开始练习在察觉到委屈时，停下来问自己，我真的愿意吗？当我理解自己的界限，我不再因为取悦而迷失，不再因为害怕冲突而委屈，不再因为想被爱而让别人越界。奇妙的是，就在我越来越清楚如何对待自己的时候，生命真的开始尊重我。有些人开始以更温柔的方式靠近，有些不合适的人自动离开，有些机会变得更贴合我的状态，有些对话变得更真诚，有些关系变得更健康。因为我不再让世界用混乱的方式对待我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界限不是把爱隔绝，而是让爱有正确的位置。界限不是把人推开，而是让关系更清晰。界限不是对别人，而是对自己。当我理解自己的界限，生命也开始尊重我，因为我终于先尊重了我自己，而世界永远会依照我如何对待自己来决定如何对待我。当我理解自己的界限，生命也开始尊重我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落地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我过去在关系里的疲惫，从来不是因为我不够好，而是因为我没有替自己站好位置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付出就是爱，退让就是温柔，懂事就是成熟。于是我习惯把自己的需要往后放，习惯接受不喜欢的要求，习惯在不舒服的情况下点头，习惯把情绪压住，让别人先过得好，而我在默默收拾剩下的自己。我以为这样可以换来理解，换来被珍惜，换来顺利的关系，但结果却让我越来越空，越来越累，越来越觉得没有人真正懂我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问题不是世界不体贴，不是别人不珍惜，而是我从来没有让世界知道，这里不能再往前了。我没有界限，世界就不知道界限在哪里。那一刻，
我第一次对自己诚实，不是他们伤我，是我没有守住我自己。于是我开始理解，什么叫做界限。界限不是拒绝，是保护；不是冷漠，是清晰；不是防备，是诚实；是让世界知道什么是可以的，什么是不行的，什么是会让我受伤的，什么是我无法承担的。我开始练习说不，即使一开始会害怕。我开始练习拒绝，即使心里会颤抖。我开始练习在察觉到委屈时，停下来问自己：我真的愿意吗？当我理解自己的界限，我不再因为取悦而迷失，不再因为害怕冲突而委屈，不再因为想被爱而让别人越界。奇妙的是，就在我越来越清楚如何对待自己的时候，生命真的开始尊重我。有些人开始以更温柔的方式靠近，有些不合适的人自动离开，有些机会变得更贴合我的状态，有些对话变得更真诚，有些关系变得更健康。因为我不再让世界用混乱的方式对待我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界限不是把爱隔绝，而是让爱有正确的位置。界限不是把人推开，而是让关系更清晰。界限不是对别人，而是对自己。当我理解自己的界限，生命也开始尊重我，因为我终于先尊重了我自己，而世界永远会依照我如何对待自己来决定如何对待我。当我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，我也开始被善待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变得柔软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明白，原来我过去所承受的许多委屈，并不是因为世界冷漠，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把值得被善待当成一种基本的存在姿态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习惯对自己苛刻，习惯忽略自己的需求，习惯在别人的感受里溺水，习惯把善意留给世界，却把责备留给自己。我以为懂事是一种美德，以为忍耐是成熟的证明，以为把自己放在最后才算是一个好人。但在那些自以为无私的选择里，我慢慢被耗空，慢慢变得沈默，慢慢失去自己应有的光，却还是疑惑，为什么世界不懂我？为什么人际不顺？为什么我越努力被善待，却越常被忽略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在极度疲惫的瞬间，突然听见一个很安静，却非常真实的声音：你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值得呢？那句话像是一束光，照进我长年以来的阴暗角落。我才意识到，所有外界的对待，其实都沿着我对自己的信念而来。当我默许被忽略，忽略就会靠近；当我习惯被不尊重，世界就不会主动尊重我；当我心里相信不配被善待，生命也只能照着那个频率回应。于是那一天，我第一次尝试把值得被善待放进自己的心里，不是喊给别人听，不是假装自信，而是在最私密的深处承认，我也需要温柔，我也渴望被接住，我也值得被珍惜，而不是被消耗。
从那天开始，我慢慢练习用善意对待自己。我开始允许自己休息，允许自己说不，允许自己拒绝不合理的要求，允许自己离开让我痛的场景，允许自己的情绪被看见，允许自己的缺点被接纳。这些看似微小的练习，却像是在生命里重新排列我的频率。当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，我发现世界的回应真的开始变得不同。那些曾经模糊的界限变得清楚，那些常让我受伤的人慢慢远离，那些愿意尊重我的人开始靠近，那些过去让我焦虑的情境突然不再像风暴，而像是我能处理的小雨。甚至一些我以为永远得不到的支持，也开始在我不再勉强自己的时候到来。我才明白，善待不是外界给予的礼物，而是内心发出的指令。当我相信我值得，生命就会照着我相信的方式重新对我排列。当我不再委屈自己，世界就不再委屈我。当我不再忽略自己，世界也开始看见我。当我把温柔留给自己，世界的温柔也会回到我身上。后来我才真正懂得，吸引力法则不是让我努力去换什么，而是让我先成为那个愿意被善待的自己。因为当我这样活，世界就会知道该如何靠近我。当我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，我也开始被善待，因为我终于把自己放在爱能找到的位置。你越能尊重自己的选择，越能活得清晰。这句话真正开始在我心里生根，是在我某一天忽然发现，原来让人生变得混乱的，不是外界给我的选择太多，而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自己的选择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做决定的方式不是从心出发，而是从害怕出发。害怕做错，害怕被质疑，害怕被看清，害怕让别人失望，害怕选了自己想要的，却无法承担后果。于是我常常让别人的声音盖过我的愿望，让别人的期待压过我的方向，让别人的眼光决定我该往哪里走。表面上我做了选择，但内心却从未认同。那样的生活让我越走越不安，越走越模糊，像踩在一条不是自己的路上，每一步都轻飘，每一步都质疑，每一步都像在问，这真的是我要的吗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决定，却忽然感到不寻常的踏实。那不是什么重大抉择，只是一次简单的拒绝，简单的我想这样。但就在那个瞬间，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力量，不是外放的那种强势，而是一种我站在自己这边的安定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清晰不是来自知道答案，而是来自尊重自己的选择。于是我开始练习，在每一次选择前，先问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哪一个选项让我更靠近我想成为的样子？如果没有任何人看见，我会怎么选？这些问题
让我慢慢从他人的世界抽身，回到自己的心里。我开始选择与自己的价值一致的事。我开始选择让我心安的方向。我开始选择不再迎合，不再勉强，不再讨好，不再假装。当我越能尊重自己的选择，我越能感觉到人生的杂音减少了，那些困惑、动摇、不安、怀疑，都因为我越来越能靠近自己而慢慢消散。世界也在这样的改变里回应我。我遇见更愿意理解我的人，遇见更适合我的机会，遇见让我成长的路，遇见那些原本以为失去，其实只是等我准备好的可能。我开始真正懂得，清晰不是靠努力想清楚，而是靠尊重自己，活清楚。当我尊重自己的选择，我就不再需要向外寻求许可，不再需要用别人的眼光验证自己，不再需要在每一条路上恐惧，因为我知道，选择是一种承诺，不是对世界，而是对自己。而当我愿意承诺自己，生命就会替我打开那条真正属于我的道路。你越能尊重自己的选择，越能活得清晰，因为清晰从来不是由别人给你，而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方向。当你选择自己，世界也会选择你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